在后来1个月中，船长和其他韩国船员虽然没有动手打人，却以加大工作量的卑鄙方式折磨中国和印尼2国船员，折磨到他们每天干完活后只能睡3个小时。因此很多船员开始向船长提交下船申请，包括中国船员。那虽然中途下船意味着2万多元保证金一去不复返，但是相比较于自己的性命，这2万元又算什么呢？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面前，贫穷不值一提。这7名中国船员中，包括全在前在内，6名船员都表示要下船，唯独除了崔万峰。7月30号，也就是出海后的第44天，船长崔基泽把几名中国船员聚到一起，他假装很无奈地拿出了一份保证书，然后说只要在这上面签了名就可以下船。那全在前粗略地看了一下后便签了名，那其他5名中国船员亦是如此。那当最后1个人签完名后，几个人觉得如释重负，这也许是上船这么多天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可当他们准备离开时，船长却大声笑了起来。几人回头一望，却看到船长把保证书一翻，原来后面还有一段字，上面的意思是因不服从工作安排，6名中国船员使用暴力手段反抗，甚至企图谋杀船长，现决定将其驱逐下船。全在前怎么也想不到船长会如此阴险。他说到这里，有些观众就会发出疑问了，他作为一个会说韩语、文化水平也不低的小学教师，那全在前怎么就没有仔细检查保证书呢？那或者是说没想过自己要起草保证书？那放到我们外人来看，全在前的疏忽确实是不应该，可小人觉得正是全在前的这份疏忽更能反映出当时他们对下船的极度渴望，也更能反映出船长的盛气凌人。船长告诉全在前一伙人，我会将你们送到萨摩亚，也就是澳大利亚东部远离大陆的一个偏僻岛国，让你们在那里关上3个月。你们不但要为小岛上的监禁费用买单，还要赔偿我们渔船的损失。那船长这番话说完，几名韩国船员大声起哄。他看着眼前这群恶人，全在前一伙人怒火中烧。按照船长的这个说法，他们每个人都得赔偿10万元人民币。这大老远从东北跑来，钱没赚到，却还要倒贴这么多钱。那从驾驶室出来之后，1名中国船员就心如死灰。那即使他们此刻身体疲倦无比，可都已经没有了感觉，因为心死比疲倦的感觉更强烈。签了保证书后的次日，全在前带着2盒昂贵的药品，准备送给船长，希望他能网开一面，却被船长敷衍了过去。直到第2天，全在前还一直以为船长呢只是想用那份驱逐令吓唬他们。他不料渔船还真的朝着萨摩亚的方向开去。8月1号后半夜，全在前来到几个同乡的房间，6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诉说着自己的辛酸经历。那既然这群韩国棒子铁定心要把自己往火坑里推，那咱们就先下手为强，送他们见阎罗王。那趁着酒意，几人就决定在今晚动手。凌晨1点，全在前接替李仁熙开始控制船只前进。那困得不行的船长告诉全在前，我先去睡了，有什么事情呢立即向我报告。他到了后半夜3点，全在前知道机会来了。趁着印尼船员和韩国船员全部已经入睡，他悄悄叫醒了船长，说海面上有情况。那不耐烦的船长半睡半醒来到驾驶室，可刚走进去就被提前埋伏在驾驶室的李春盛3人捅死，然后被扔进海里。从凌晨3点开始到5点半，全在前一行人陆续杀了6个韩国船员。那天亮后，印尼船员发现了驾驶室里血腥的一幕，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仅仅过了1个晚上，船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由于担心印尼船员会举报，所以全在前一行人提前毁掉了报警设备。全在前告诉印尼船员，你们要么沾血，要么流血。而最终在李仁熙和崔东浩之间，印尼船员选择了年仅19岁的后者，
因为从头到尾李仁熙都没有助纣为虐，而更重要的是，驾驶船只还需要他的帮助。而令人惋惜的是，被选中的那一个崔东浩，他从登船到命丧大海只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那解决崔东浩绑好李仁熙后，全在前几人把目光转向了同乡崔万峰。而之所以要解决崔万峰，是因为他一直帮助韩国人欺负自己的同乡。和上一批人不同，这一次全在前直接把崔万峰关进了零下几十度的渔舱。跟随崔万峰一起下去的还有3个不肯沾血的印尼船员。不过由于制冷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全在前又把他们放了出来，然后直接打晕丢进大海。那这一切呢，都被李仁熙看在眼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帮人疯了，是彻底的疯了。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船上呢只剩下他一位韩国船员，他不确定另外7名印尼船员是否会帮自己，所以只能乖乖按照全在前的要求，在驾驶室控制船只前进。经过这番大清洗后，虽然剩下的7名印尼船员和李仁熙不敢反抗，但全在前还是不放心。那为了保险起见，他和其他同乡偷偷开始准备小船。但好巧不巧，这件事情呢被李仁熙发现了。李仁熙一眼就看出这小船一次性最多只能坐6人，而全在前一伙人也刚好是6人，所以他们不会是想沉船吧？他越想越不安的李仁熙拼命思考对策。他把这事告诉给了印尼船员。4天后的8月24号，李仁熙以船只不平衡为由，让全在前几人到渔舱里重新配重。那带这6人一次下到船舱后，李仁熙一把关上舱门。他虽然没能全部困住他们，但也只让全在前一人溜了出来。他寡不敌众的全在前很快就被绑了起来。那由于船上的求助装置已被破坏，那李仁熙呢只能一边驾驶船只，一边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船只路过。而在1个小时后，他还真的遇到了一艘日本船只。来到船边，他大声呼喊，可由于海浪声巨大，对方根本就没注意到。那无奈的李仁熙只好跳到水中，拼尽全力朝其游去。而在日本船只的帮助下，日本海警呢很快包围了佩斯卡马号，并将全在前一行人逮捕上岸。但事情经过日本传到中韩2国后，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媒对此事进行了疯狂的报道，韩国上下对全在前一行人更是压倒性的指责。在韩国监狱里，全在前亲手写了一份上万字的澄清书，他详细的描述了上船后发生的事情，包括韩国船员是如何谩骂殴打他们，到自己最后是如何被逼上绝路动手杀人。那信件最后他还主动承担责任，希望韩国法院对其他人从轻发落。可尽管如此，韩国媒体还是选择性忽略船长一行人的暴力管理，把重点全部放在了全在前是如何谋杀韩国船员的这个问题上。在第一次庭审时，全在前等6名中国船员全被判处死刑。那面对这个结果，全在前等人的辩护律师赵峰没有放弃，而是找到了当时釜山的最有名气的律师，也就是后来当选韩国总统的文在寅。仔细审视了赵峰的材料后，文在寅决定为全在前6人辩护，这顿时惹恼了许多韩国民众。在那段时间，经常有人在文在寅住所门口大喊：“阿西吧，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可即使如此，文在寅还是顶住层层压力。在此前印尼船员的口供下，他向法院证实了船长等人的确存在暴力管理。那所以如果将责任完全推到全在前一行人身上，那难免有失法律公平。法庭之上，文在寅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有被当作人活着的权利。那最终在第2次庭审时，除了全在前，法院将其他人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而全在前依然是死刑。后来在卢武铉任职总统期间，因全在前表现良好，所以呢就将他改为无期徒刑。但直到现在，这几个人还在韩国的监狱中服刑。全在前的妻子怎么也想不到，丈夫这一走居然就是永远的离别。她更想不到丈夫会被迫走上带头杀人的绝境。
所以在丈夫被判刑后，她只能卖掉家里的房子和农田，带着3个孩子改嫁他人。而至于另外6名中国船员，他们年纪呢只有20多岁，可以说是人生的重要节点，却不料人生就此断线在监狱里。他把11人生命沉进大海的，我想不仅仅是权在先一行人，更还有压垮老实人最后一丝善良的暴力。而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无论是海内外，大部分的中国人或者华人，从细胞到基因，他们其实都是非常勤劳低调的群体，他们只是想赚钱养家，他们又有什么错呢？其实有时候错对没有绝对之分，但是永远有先后之分。我是小袁，我们下期再见。